当未央宫的权柄终于尽数收归己手，汉武帝刘彻眼中的天下早已不再是汉初休养生息的守城之土，而是亟待纳入大一统版图的广阔疆域。他前半生对帝国内部的重塑、肃清外戚、瓦解诸侯、构建集权体系，本质上都是在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开拓之战积蓄力量。这场战争的序幕并未等到所有内部问题解决才拉开，早在窦太后尚未离世的即位初期，他便已派遣严柱平定芈月，命张骞出使西域，用一次次小规模试探勾勒出王者无外的战略蓝图。如今随着中央集权的根基愈发稳固，汉朝历经文景之治积累的国力愈发雄厚，刘彻终于可以放下隐忍蛰伏的姿态，以帝国主宰的身份向四方边疆吹响征伐的号角。从南方百越的丛林到北方匈奴的草原，从西南夷的山地到东北朝鲜的半岛，他将用40余年的征战，把汉朝的旗帜插向从未抵达的远方，也将大汉的名号刻进东亚历史的格局之中。自登基之初，刘彻便不甘于延续汉初对匈奴的战略防御与和亲政策，而是立志实现王者无外的大一统愿景，将汉朝的文明与影响力扩展到更广阔的区域。他开疆拓土的步伐，首先从南方的百越地区拉开序幕。当时的百越分布在今东南沿海与岭南一带，部落众多且互不同属，时常因争夺地盘爆发冲突，甚至侵扰汉朝边疆，成为南方稳定的隐患。早在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35年期间，即刘彻即位初期，南方的闽越便2次发动战争，先后进攻东欧与南越，严重扰乱了南方边疆的秩序。面对这一局面，刘彻果断决定出兵干预。第一次，他派遣严柱率领军队从会稽郡出发，沿海路驰援被闽越围攻的东欧。闽越军队听闻汉军主力将至，未敢正面交锋，便仓皇撤退，东欧之围不战而解。第二次，闽越再次兴兵攻打南越，刘彻任命王辉、韩安国兵分2路南下进攻闽越。大军压境之下，闽越内部爆发内乱，国王颖被其弟于善杀死，于善随后向汉朝投降，闽越重新归附中央管辖。这2次出兵，汉朝均以极小的军事代价平定了南方边患，不仅有效巩固了对东南沿海地区的统治，更让刘彻在实践中积累了对外用兵的战略与战术经验，进一步坚定了他征伐四方、拓展疆域的决心。在平定南方百越、稳固东南边疆后，刘彻的对外战略重心始终聚焦于北方，消除匈奴这一长期威胁，成为他毕生追求的核心目标。当时朝堂上下将这一战略称为灭胡。自秦朝起，匈奴便是北方草原最强大的游牧民族。到了汉初，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，国力达到鼎盛，甚至曾在平城围困汉高祖刘邦，迫使汉朝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，将皇室公主嫁与匈奴单于，每年还向匈奴赠送大量丝绸、粮食、美酒等财物，以此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。然而，和亲带来的和平极为脆弱，匈奴并未因汉朝的退让而停止侵扰，反而时常趁着秋冬季节水草枯竭时，南下劫掠汉朝边境郡县，抢夺人口、牲畜与粮食，甚至烧毁村庄，给边疆百姓带来深重灾难，也成为汉朝历代统治者的心腹大患。刘彻即位后，深知被动防御无法根治匈奴之患，便下定决心打破和亲的保守格局，将灭胡确立为长期战略目标。为实现这一目标，
他早在即位初期便做出了一个极具远见的决策，派遣郎官张骞出使西域，试图联络匈奴的世仇大月支，构建对抗匈奴的军事同盟。大月支原本生活在河西走廊一带，是当时西域较强的部族之一，后来因不敌匈奴的进攻被迫西迁。匈奴不仅击败了大月支，还杀死了大月支国王，甚至将其头骨制成饮酒器具。这份血海深仇让刘彻坚信，大月支必然愿意与汉朝联手夹击匈奴。但张骞的出使之路远比预想中艰难，他率领的使团刚走出陇西郡，便遭遇匈奴骑兵，全体成员被俘。匈奴单于为拉拢张骞，不仅迫使他在当地娶妻生子，还给予他优厚的生活待遇，试图让他放弃使命，归附匈奴。张骞在匈奴境内生活了10余年，始终没有忘记汉武帝交付的任务，暗中观察匈奴的地理环境与军事部署，默默等待逃脱的时机。10年后，张骞趁匈奴监管松懈，带着少数随从悄悄逃离，继续向西跋涉寻找大月支。他穿越沙漠，翻越雪山，历经数年艰险，终于抵达大月支迁徙后的定居地西域的阿姆河流域。然而此时的大月支已在新的土地上安定下来，这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饶，大月支人过上了定居农耕生活，早已失去了向匈奴复仇的斗志。无论张骞如何陈述联合抗匈的利弊，大月支国王始终不愿再卷入与匈奴的战争，张骞最终未能达成结盟目标。尽管使命未能完成，张骞仍决定带着西域的重要信息返回汉朝。他沿昆仑山北路东行，却在途中再次被匈奴俘获，又被扣押了1年多，直到公元前126年，才趁着匈奴内乱的机会，带着妻子与一名匈奴随从逃回长安。张骞此次出使虽未实现军事同盟的初衷，却意外打开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大门。他向刘彻详细汇报了西域各国的地理位置、人口物产、风俗习惯，以及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分布，让汉朝第一次系统了解到西域的真实情况。这份珍贵的西域情报，不仅为日后汉朝制定对匈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，更为汉朝经营西域、开辟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在派遣张骞出使西域，为对抗匈奴寻找盟友的同时，汉朝与匈奴的正面博弈也在悄然酝酿。公元前135年，匈奴再次派遣使者抵达长安，提出和亲请求。这一延续多年的政策，瞬间在汉朝朝堂引发了激烈争论。大行令王辉是坚定的主战派，他直言反对和亲，主张出兵攻打匈奴。王辉认为，过去的经验证明，和亲带来的和平往往维持不了几年，匈奴便会背弃盟约，南下侵扰。这种被动妥协的方式根本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匈奴威胁。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持主和态度，他认为匈奴是游牧部族，居无定所，行动迅捷，很难对其形成有效牵制。若汉军深入草原追击，不仅会面临后勤补给线过长的难题，还容易陷入匈奴预设的埋伏圈，风险极大。因此，韩安国主张继续推行和亲政策，以有限的财物付出换取边境的暂时稳定。此时的刘彻虽内心早已倾向于打破和亲僵局，主动出击，但他清醒地认识到，汉朝的军事准备、物资储备尚未达到能与匈奴全面抗衡的程度，贸然开战可能得不偿失。最终，他采纳了韩安国的建议，同意与匈奴和亲。这并非妥协，而是为后续战争争取时间的韬光养晦。
汉朝借此继续囤积粮草，训练军队，默默为与匈奴的决战积蓄力量。2年后，即公元前133年，王辉向刘彻献上了一个直击匈奴要害的计划——马邑之谋。方案的核心是由商人聂伊出面，以出卖马邑城（今山西朔州）为诱饵，向匈奴君臣单于传递可轻易夺取马邑财物的消息。同时，汉朝在马邑周边山谷中埋伏30万大军，待匈奴主力进入包围圈后，一举将其歼灭，彻底摧毁匈奴的有生力量。刘彻认为这是打破对峙局面，重创匈奴的绝佳机会，当即批准了这一计划。朝堂上下也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好了准备。然而，这场精心策划的伏击战，最终因一个意外而功亏一篑。当君臣单于率领10万骑兵逼近马邑时，敏锐地发现了异常。马邑城外的田野里散落着大量牛羊，却看不到一个放牧的牧民，整个区域显得格外寂静。这种反常景象让君臣单于心生警惕，他随即下令军队暂缓前进，并派人四处探查。不久后，匈奴骑兵俘获了一名汉朝廷尉，在匈奴的威逼利诱下，这名廷尉泄露了汉军埋伏的全部计划。君臣单于得知真相后，当即下令全军撤退，10万匈奴骑兵迅速撤离汉朝边境，马邑之谋彻底失败。事后，刘彻追责，认为王辉作为计划的提出者，却未能按约定率军截击匈奴的后勤部队，导致匈奴全身而退，下令将其下狱治罪。最终，王辉在狱中自杀身亡。马邑之谋的失败，虽让汉朝错失了重创匈奴的机会，却也彻底打破了汉匈之间和亲的虚假和平。此后，匈奴断绝了与汉朝的和亲往来，更加频繁地入侵汉朝边塞，烧杀劫掠，而汉朝也彻底放弃了被动防御的策略，开始积极备战。汉匈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全面战争，自此正式拉开序幕。汉匈全面战争爆发后，朝堂内部的分歧再度显现，主父偃、延安等大臣以文景之治后百姓需休养生息为由，主张暂缓战事，恢复和亲，认为长期与匈奴对抗会消耗国力。但刘彻深知，此时的退让只会让匈奴侵扰更甚，唯有彻底击败匈奴，才能换来边疆长久安宁。他的灭胡决心从未动摇。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刘彻果断将卫青、霍去病等年轻将领推到台前，让他们统领汉军主力，扛起北击匈奴的重任。这些将领没有世家勋贵的束缚，却有着敢打敢拼的锐气与出色的军事天赋，成为刘彻对抗匈奴的核心力量。公元前129年，刘彻正式开启汉朝大规模反击匈奴的序幕。他派遣卫青、公孙敖、公孙贺、李广4位将领，各率1万骑兵分4路出击，试图从不同方向牵制并打击匈奴。然而，此次出兵并不顺利，公孙敖率军在草原中遭遇匈奴主力，损失7000骑兵；李广一部作战失利，李广本人被俘后侥幸逃脱，公孙贺一路则在草原中迷失方向，未与匈奴军队相遇。唯有卫青一路展现出卓越的军事判断力，他率军避开匈奴主力，直捣匈奴祭天圣地龙城，斩杀匈奴士兵700余人，取得了此次出兵中唯一的胜利。尽管4路出兵整体战果有限，但卫青的表现让刘彻看到了击败匈奴的希望，此后对他愈发信任，多次将北征匈奴的重任交付于他。公元前127年，匈奴为报复汉朝反击，大举入侵上谷、渔阳（今北京密云一带），杀害掳掠当地官吏与百姓数千人，
边境局势再度紧张。刘彻并未被匈奴的攻势牵制，而是采取避实击虚的战略。他命令卫青与李希率军向西迂回穿插，绕开匈奴正面防线，突袭其占据的河套地区，今内蒙古河套平原。这一战术打了匈奴一个措手不及。卫青率军迅速击败匈奴楼烦王、白阳王两部，成功收复河套地区，斩杀匈奴数千人，俘获牛羊100万余头。河套地区地势平坦肥沃，既是匈奴南下侵扰汉朝的重要基地，也是威胁长安的战略要地。收复此地后，刘彻立即下令在此设置朔方郡、五原郡，派遣苏建率领10万人修筑朔方城，同时从关东迁徙数十万民众到河套定居垦荒。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彻底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，更将汉朝边疆向北推进数百里，为后续深入草原打击匈奴建立了稳固的前沿基地。公元前124年，匈奴右贤王不甘心河套之失，多次率军入侵朔方郡，试图重新夺回这一战略要地。刘彻决定趁势给予匈奴更沉重的打击，他命令卫青率领3万骑兵从高阙（今内蒙古杭锦）后期出发，深入草原夜袭匈奴右贤王庭。当时的右贤王认为汉军不敢深入草原腹地，放松了警惕，甚至在王庭中饮酒作乐。当卫青率领的汉军趁着夜色突然出现在右贤王庭外时，匈奴军队瞬间陷入混乱，右贤王惊慌失措，仅带着数百名亲信骑兵连夜向北逃窜。卫青率军乘胜追击，俘获匈奴小王10余人，部众15000余人，牛羊数百万头，取得了汉匈战争爆发以来汉朝的最大胜利。刘彻得知捷报后大喜过望，当即派使者前往军中，在前线拜卫青为大将军，授权他统领所有抗击匈奴的汉军。至此，卫青的地位达到顶峰，成为汉朝军队的最高统帅，也成为刘彻推行对匈战略最重要的支柱。在卫青率军重创匈奴右贤王，巩固汉朝北方防线后，刘彻将战略目光转向了匈奴的右地，即位于今河西走廊一带的战略要地。这里既是匈奴连接西域的交通要道，也是其重要的牧场与兵源地，夺取河西走廊，成为汉朝进一步削弱匈奴实力的关键一步。而承担这一重任的，正是年仅20岁的霍去病。这位卫青的外甥虽年少，却已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军事天赋与果敢魄力。公元前121年，刘彻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，让他率领1万骑兵出征河西。霍去病率军从陇西出发，一路翻越乌鞘岭，快速穿过匈奴5个部落的领地，转战6日后越过胭脂山（今甘肃山丹），深入匈奴腹地1000余里，最终在高兰山下（今甘肃兰州）与匈奴主力遭遇。面对数倍于己的匈奴军队，霍去病率领汉军奋勇冲锋，不仅斩杀了匈奴舌兰王、卢侯王2位重要首领，还俘获了匈奴浑邪王的儿子相国、都尉等核心官员，总计斩首8000余人，更缴获了匈奴休屠王用于祭天的金人。这一象征匈奴信仰的战利品，极大地打击了匈奴的士气。同年夏天，刘彻为彻底肃清河西走廊的匈奴势力，再次派遣霍去病出征。此次霍去病与公孙敖分兵2路，从北地（今甘肃庆阳）出发，对匈奴右地发动第2次攻势。然而行军途中，公孙敖部因在草原中迷失道路，未能按约定与霍去病会师。面对孤军深入的局面，霍去病并未退缩，而是果断率领军队继续西进，
深入匈奴腹地2000余里，渡过居延泽（今内蒙古额济纳旗），直抵其连山脚下。在这里，他率军与匈奴浑邪王、休屠王的军队展开激战，最终大获全胜，斩首3万余人，俘获匈奴小王70余人，相国、都尉等高级官员100余人，几乎彻底摧毁了匈奴在河西走廊的有生力量。霍去病的2次河西之战，让匈奴在河西走廊的统治摇摇欲坠。浑邪王因接连战败，深知匈奴单于必然会追究其罪责，甚至可能将其处死，于是与休屠王暗中商议，决定向汉朝投降，以保全自身与部众。刘彻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既期待借此彻底掌控河西，又担心其中有诈，遂派霍去病率军前往迎接，既负责受降，也防备突发变故。然而投降过程中果然出现波折，休屠王在最后时刻突然反悔，不愿归降汉朝。浑邪王为确保投降顺利进行，避免功亏一篑，当即下令杀死休屠王，随后率领4万余部众向霍去病的军队靠拢。即便如此，受降现场仍暗流涌动，部分匈奴降兵因对汉朝心存疑虑，出现了哗变的迹象。霍去病察觉后，当机立断，率领汉军斩杀了8000余名意图哗变的降兵，迅速稳定了局势，最终将浑邪王及其剩余部众安全护送回长安。浑邪王降汉后，刘彻采取了稳妥的安置策略，将其部众分散安置在陇西、北地、上郡、朔方、云中5郡，设为5属国，让他们在汉朝的管辖下继续过着游牧生活，同时逐步接受汉朝的制度与文化。与此同时，刘彻正是在河西走廊设置酒泉郡、武威郡，后来又增设张掖郡、敦煌郡，合称河西4郡，将这一战略要地纳入汉朝的直接行政管辖范围。河西走廊的收复对汉匈双方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对汉朝而言，不仅切断了匈奴与西域各国的联系，阻止了匈奴从西域获取支援，更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门户，为日后经营西域、开辟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。对匈奴而言，失去河西这一水草丰美、一牧一耕的战略要地后，国力大幅衰退，民间甚至流传起“亡我祁连山，失我6处不翻稀，失我胭脂山，使我妇女无颜色”的悲歌。这句充满悲凉的歌谣，生动地反映了匈奴在失去河西后畜牧业衰退、民生凋敝的衰落景象，也标志着汉朝在与匈奴的长期博弈中开始占据绝对优势。在霍去病收复河西走廊，切断匈奴与西域联系后，刘彻深知彻底击溃匈奴主力的时机已到，若能一举消灭匈奴核心战力，便能永绝北方边患。公元前119年，他力排众议，发动了汉匈战争中规模最大也最具决定性的漠北之战，将汉朝的对匈战略推向顶峰。为确保战役成功，刘彻进行了周密部署，任命卫青、霍去病各率5万精锐骑兵，分东西2路深入漠北，目标直指匈奴伊稚茶单于与左贤王的主力，同时征调数十万步兵与民夫，组成庞大的后勤队伍，沿着骑兵行军路线运送粮草，为深入草原的大军提供补给支撑。卫青率领的西路军从定襄（今内蒙古和林格尔）出发，历经多日跋涉，深入漠北1000余里后，终于与伊稚茶单于率领的匈奴主力相遇。面对严阵以待的匈奴骑兵，卫青并未贸然进攻，而是先下令将5钢车环绕成坚固营垒，防止匈奴骑兵突袭，稳固自身防线。随后挑选5000精锐骑兵，
向匈奴军阵发起试探性进攻，拉开了决战的序幕。双方激战至黄昏时分，草原上突然刮起大风，沙石漫天飞舞，能见度骤降，战场局势陷入混乱。卫青敏锐抓住这一战机，下令大军兵分左右两翼，绕到匈奴军队后方实施包抄。匈奴军队在风沙中首尾难顾，很快陷入溃散。伊稚茶单于见汉军兵力远超预期，己方已无胜算，只得率领数百名亲信骑兵从西北方向突围逃亡。卫青立即率军追击，一直追至田延山赵信城，今蒙古国杭爱山一带，缴获了匈奴囤积在此的大量粮草。为避免物资落入匈奴残余势力手中，卫青下令烧毁赵信城，随后才带着战利品与俘虏缓缓撤军返回汉朝。此役，卫青部共斩首匈奴士兵19000余人，彻底击溃了匈奴的中央主力。与此同时，霍去病率领的东路军从代郡（今河北玉县）出发，向漠北东部挺进。他充分发挥骑兵快速机动的优势，率军深入漠北2000余里，最终与匈奴左贤王的军队遭遇。霍去病身先士卒，率领汉军向匈奴军阵发起猛攻，匈奴军队难以抵挡汉军的攻势，很快溃不成军。此役，霍去病部不仅大败左贤王，还俘获匈奴小王3人，高级官员83人，斩首7万余人，几乎全歼匈奴左贤王部的有生力量。战后，霍去病并未止步，而是继续率军追击匈奴残余势力，一直打到狼居胥山（今蒙古国肯特山）。为纪念这场大胜，宣示汉朝对漠北地区的主权，他在此举行了隆重的祭天仪式，随后又在附近的孤眼山举行祭地仪式。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封狼居胥这一壮举，成为后世兵家心中的至高荣耀。此后，霍去病率军继续北上，一直抵达瀚海（今贝加尔湖），确认匈奴已无还手之力后，才下令撤军返回。漠北之战无疑是汉匈战争的转折点，经此一战，匈奴的主力部队被彻底摧毁。伊稚茶单于率领残部远遁漠北深处，从此漠南无王庭，匈奴在漠南地区再也无法建立起有效的统治，汉朝的北部边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。然而，这场胜利的代价同样沉重，汉朝两路大军损失骑兵近10万匹，前线将士伤亡数万人，后勤补给消耗的粮草物资更是不计其数，国力受到极大损耗。更让刘彻痛心的是，霍去病在漠北之战结束2年后，便因重病去世，汉朝失去了一位能与卫青并肩的顶级军事人才。刘彻深知，此时的汉朝已无力继续对匈奴发动大规模进攻，只得暂时停止对匈奴的攻势。汉匈之间的战争从此进入了短暂的相持阶段。在与匈奴的战争进入暂时稳定阶段后，刘彻开疆拓土的雄心并未停歇，他将战略重心转向帝国的南方与东南，其中首要目标便是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南越国。南越国由秦朝末年的将领赵佗建立，占据着今广东、广西、海南以及越南中北部的广阔地域。自汉初以来，虽与汉朝保持着名义上的藩属关系，却始终维持着相对独立的政权架构，成为汉朝南方疆域的潜在隐患。公元前113年，南越王赵兴即位，局势出现了关键转折。赵兴的母亲辽氏本是汉朝人，深知汉朝的强盛与统一趋势，因此极力劝说赵兴放弃半独立状态，彻底归附汉朝。具体而言，便是废除南越国的国号，将其纳入汉朝的直接统治体系。
由汉朝中央派遣官员治理当地，实现内附。赵兴认同母亲的主张，随即派遣使者前往长安，向刘彻正式提出内附请求。这一请求正中刘彻下怀，也让汉朝统一南方的进程迎来了契机。然而，南越国的丞相吕嘉却成为了统一道路上的最大阻碍。吕嘉在南越国任职数十年，历经数代君主，手握军政大权，在国内根基深厚。他深知一旦南越内附汉朝，自己的权势与既得利益将被彻底剥夺，因此坚决反对内附。吕嘉多次在朝堂上劝说赵兴放弃这一想法，甚至以辞官威胁，却始终未能动摇赵兴的决心。眼见劝谏无效，吕嘉暗中开始策划叛乱，试图通过武力推翻赵兴，保住自己的地位。次年，吕嘉终于付诸行动，他发动政变，率领亲信士兵冲入王宫，杀死了南越王赵兴、王太后辽氏。同时，为彻底与汉朝决裂，他还处死了汉朝派往南越的使者安国少季、钟军等人。随后拥立赵兴的哥哥赵建德为新的南越王，公开举起了对抗汉朝的旗帜。吕嘉的叛乱彻底激怒了刘彻，他当即决定出兵平叛，以武力实现南方的统一。刘彻任命陆伯德、杨仆率领10万大军，兵分5路南下进攻南越国。其中，杨仆率领的东路军沿赣江南下，翻越南岭山脉后，迅速攻占了南越国的重镇浔阳，经广东清远，打开了通往南越腹地的门户。陆伯德率领的西路军则沿黄水顺流而下，与杨仆的军队在南越境内会师后，合力向南越国的都城番禺经广东广州进军。番禺城地势险要，城防坚固，汉军起初久攻不下。杨仆与陆伯德随即调整战术，杨仆率领军队从番禺城的东南方向发动猛攻，同时纵火焚烧城门与城楼，制造混乱。陆伯德则率领军队从西北方向围城，一边加强攻势，一边派人向城内的南越官员宣传汉朝的招降政策，瓦解敌军的抵抗意志。在汉军强攻和招降的双重策略下，番禺城的防御很快崩溃，守军纷纷投降。吕嘉与赵建德见大势已去，只得率领少数残部趁乱逃跑，却在不久后被汉军追击俘获，南越国至此彻底灭亡。南越国灭亡后，刘彻立即着手对当地进行行政整合，他在南越国故地设置了9郡，南越国土地正式纳入汉朝的版图。这一举措不仅让汉朝的疆域向南得到了极大扩展，更将中原的制度与文化传播到南方边疆，强化了中央对南方地区的统治，为后世南方疆域的稳定奠定了基础。在以武力平定南越，将南方疆域纳入汉朝直接管辖的同时，刘彻也没忽视西北地区的潜在威胁。生活在今青海、甘肃一带的西羌部族突然打破了与汉朝长期的和平局面，成为新的边患。西羌原本是游牧于河西走廊以南的部族，汉初以来始终与汉朝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，甚至在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中，偶尔还会提供间接支持。但到了公元前112年，部分西羌部落被匈奴拉拢，与匈奴暗中勾结，随后发动叛乱，大举入侵汉朝的陇西郡，经甘肃临洮，杀害当地官吏与百姓，掠夺粮食与牲畜，严重扰乱了西北边疆的稳定。刘彻得知西羌叛乱的消息后，立即任命李希、徐自卫率领10万大军前往西北平叛。汉军凭借着严明的军纪与精良的装备，迅速进入陇西郡，与西羌叛军展开激战。西羌虽熟悉地形，
擅长骑射，但缺乏统一指挥与正规作战经验，很快便被汉军击败，叛乱迅速被平定。为了防止西羌再次叛乱，加强对西北地区的长期管控，刘彻在西羌故地设置了护羌校尉这一官职，专门负责管理西羌各部的事务，协调部族关系，防范匈奴拉拢，将西北边疆的治理纳入了汉朝的常规行政体系。解决了南方与西北的问题后，刘彻的目光又投向了东北方向的朝鲜半岛。当时朝鲜半岛北部存在着一个由汉初燕人魏满建立的政权，史称魏氏朝鲜。魏氏朝鲜建立初期，曾向汉朝称臣，成为汉朝的藩属国，双方保持着贸易与外交往来。但传到魏满的孙子魏右渠在位时，其态度逐渐强硬，开始公开与汉朝对抗，不仅拒绝按约定向汉朝朝贡，还派兵封锁边境，阻止朝鲜半岛南部的陈国等小国向汉朝进贡，甚至在汉朝使者涉河前往交涉时将其杀害，彻底破坏了双方的外交关系。魏右渠的挑衅行为让刘彻极为不满。公元前109年，他决定出兵讨伐魏氏朝鲜，以维护汉朝在东北亚的权威。刘彻采取水陆并进的策略，任命杨仆为楼船将军，率领水军沿渤海北上，直扑朝鲜都城王显城（今朝鲜平壤）。同时任命荀谥为左将军，率领陆军从辽东（今辽宁辽阳）出发，渡过鸭绿江，从陆路进攻朝鲜腹地。然而，汉军的进攻初期并不顺利。杨仆率领的水军虽率先抵达王显城附近，但由于孤军深入，未等陆军会合便贸然攻城，被早有准备的朝鲜军队击败，被迫退守海边等待援军。荀谥率领的陆军则在朝鲜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推进缓慢，迟迟无法与水军会师。刘彻见战事陷入僵局，便派魏山为使者前往朝鲜，试图劝说魏右渠投降，以减少战争损耗。魏右渠见汉军势大，表面上同意投降，不仅派太子前往长安朝见刘彻，还献上5000匹马与大量粮食，以犒劳汉军。可就在太子率领随从前往长安的途中，意外再次发生。魏山与荀谥担心太子带众多随从入境有诈，要求太子的随从人员放下武器后再前往长安。这一要求让太子心生疑虑，认为汉朝并非真心接受投降，反而可能设下陷阱，于是当即决定返回王显城。投降谈判彻底破裂。谈判失败后，刘彻下令让杨仆与荀谥务必合力进攻王显城，但二人却在作战策略上产生了严重分歧。杨仆因此前攻城失利，主张以招降为主，通过劝说朝鲜官员倒戈来减少伤亡，加快战事进程。荀谥则坚持强攻，认为只有彻底摧毁朝鲜的抵抗力量，才能永绝后患。二人各执己见，互不配合，导致汉军的攻势再次陷入停滞。刘彻得知前线的混乱局面后，派公孙燧前往军中协调。公孙燧抵达后，认为荀谥的强攻策略更符合汉朝利益，便支持荀谥，将杨仆扣押，并将其麾下军队交由荀谥统一指挥。荀谥掌握全军指挥权后，立即对王显城发起总攻，同时加大招降力度，派人向城内的朝鲜官员宣传投降免罪、立功受赏的政策。朝鲜国相陆人、韩殷等官员见王显城以难坚守，又不愿为魏右渠殉葬，便联合起来杀死魏右渠，随后率军打开城门向汉军投降。至此，魏氏朝鲜彻底灭亡。魏氏朝鲜灭亡后，
刘彻沿用对南越、西羌的治理模式，在其故地设置4郡，将朝鲜半岛北部正式纳入汉朝版图。这一举措不仅让汉朝的疆域向东北方向大幅扩展，更推动了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、文化制度向朝鲜半岛传播，加强了汉朝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，极大地提升了汉朝在东北亚的影响力。在出兵平定朝鲜、巩固东北边疆的同时，刘彻也加快了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步伐。这片位于金云贵高原及四川西南部的土地，分布着数十个大小不一的民族部落。自汉初以来，便与中原王朝联系稀少，始终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，成为汉朝疆域扩张中待开发的重要区域。早在公元前135年，汉朝与西南夷的联系便已悄然开启。当时刘彻派唐蒙出使南越国，在南越的市场上意外发现了产自蜀地的狗酱。经询问得知，这种狗酱是先通过西南夷中的夜郎国，经贵州西部转运至南越，再流入市场的。这一发现让唐蒙意识到，若能打通汉朝与夜郎国的交通通道，不仅能借助夜郎的地理优势加强对南越的牵制，更能将汉朝的影响力延伸至西南腹地。他随即向刘彻上书，阐述了经略西南夷的战略价值。刘彻当即采纳建议，任命唐蒙为使者，出使夜郎国。唐蒙抵达夜郎后，并未急于施压，而是先以丰厚的财物馈赠夜郎王多统，随后才展开劝说。起初，夜郎王因从未与汉朝接触，且长期自视为西南地区的大国，对归附汉朝心存犹豫。唐蒙耐心向他介绍汉朝的疆域之广、国力之强与物产之富，同时承诺夜郎归附后，汉朝会在当地设置官吏协助治理，不仅不会剥夺夜郎王的权利，还会保护夜郎的利益与传统。这番诚意与实力的双重展示，最终打动了夜郎王，他同意归附汉朝。刘彻随即在夜郎国故地设置前尾郡，并派遣军队修建从蜀地通往夜郎的西南夷道，以交通建设为纽带，加强中原与西南地区的联系。公元前122年，张骞出使西域返回长安后，又为西南经略带来了新的契机。他向刘彻汇报，在大夏国今阿富汗北部出使时，曾看到蜀地出产的蜀布与琼竹杖，经追问得知，这些物品是先通过申毒国今印度转运至大夏的。张骞据此推断，西南夷地区必然存在一条通往申毒国的通道，若能打通这条道路，不仅能绕开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，开辟与西域联系的新路径，还能拓展汉朝的对外交流渠道。刘彻对这一发现极为重视，立即派遣多位使者分路出使西南夷，寻找通往申毒国的路线。然而，汉朝使者的行进之路却遭到了西南夷中昆明夷今云南中部的阻挠。昆明夷不仅杀死部分使者，还烧毁了使者携带的财物，最终打通西南至申毒通道的计划未能成功。但这次尝试也让汉朝更全面地了解了西南夷的地理与部族分布，为后续经略奠定了基础。公元前111年，刘彻在平定南越国后，终于有足够的精力集中解决西南夷问题。他派郭昌、魏广率领军队，首先进攻西南夷中不肯归附的居兰国，经贵州贵阳一带。此前，居兰国国王因害怕汉朝征调其军队参与平定南越的战事，已率先发动叛乱，杀死了汉朝派往居兰的使者与官吏，成为西南夷中的反汉先锋。郭昌、魏广率军迅速抵达居兰，很快击败叛军，杀死居兰国王，平定了叛乱。随后，
汉军乘胜追击，顺势征服了多个部落。夜郎王见汉朝军威如此强盛，再次主动表示归附，刘彻顺势将夜郎国故地并入，扩大了汉朝在西南的统治范围。西南夷中最后一个拒不归附的势力，是位于今云南昆明一带的滇国。公元前109年，刘彻派郭昌率军进攻滇国。滇国国王凭借滇池周边的水乡天险，组织军队顽强抵抗，但终究难以抵挡汉军的攻势，最终选择投降。为安抚滇地百姓，尊重当地传统，刘彻在滇国故地设置益州郡的同时，还特意赐给滇国国王一枚滇王之印，允许他在汉朝官吏的协助下继续统治滇国的百姓，保留滇国的文化习俗。至此，刘彻基本完成了对西南夷的经略，今云贵高原及四川西南部的广阔土地正式纳入汉朝版图。这不仅拓展了汉朝的疆域，更加强了中原地区与西南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。中原的农耕技术、冶铁工艺传入西南，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。西南的特产与文化也流入中原，丰富了汉朝的物质与精神文明，为多民族国家的融合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。汉武帝刘彻长达数十年的征伐事业，如同一柄深刻改变历史走向的双刃剑，其光芒与阴影都同样清晰而刺眼。他以其无与伦比的雄才大略和钢铁般的意志，将文景之治所积累的庞大国力转化为开疆拓土的绝对力量，最终成就了空前绝外的赫赫武功。在工业层面，刘彻的征伐无疑是划时代的。他基本解决了困扰汉王朝近100年的匈奴边患，通过收复河套、夺取河西、决战漠北等一系列军事行动，将匈奴主力摧毁殆尽，实现了漠南无王庭的战略目标，为中原王朝赢得了宝贵的战略安全空间。与此同时，他南平百越，东定朝鲜，西通西域，北涉诸胡，将帝国的疆域向南推至交趾，向东北延伸至朝鲜半岛北部，向西北触及天山南北，并向西南深入云贵高原。这片辽阔的疆土不仅奠定了此后中国历代王朝版图的基础框架，更通过郡县制的设立与移民实边，将中原的制度与文化强力植入边疆，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明圈的融合与形成。张骞凿空西域，虽始于军事目的，却意外开辟了丝绸之路，连接起了东西方世界，其意义远超军事征服本身，影响了此后1000年的文明交流史。然而，这旷世功业的背后，是帝国及其人民所承担的难以想象的代价。长达数十年的战争，几乎耗尽了文景时期留下的巨额财富，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，并非虚言。为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，刘彻推行盐铁官营、算民告民等经济政策，虽短期内充盈了国库，却无异于竭泽而渔，沉重赋税最终转嫁于平民百姓，导致中产及以上家庭大量破产。连年的兵役徭役征发，使得田园荒芜，民生凋敝，社会矛盾急剧激化，各地已出现小规模的农民暴动。在辉煌的胜利凯歌之下，帝国的基础正在被悄然掏空。纵观刘彻的征伐，其决策过程也凸显出他人格与统治风格的复杂性。他既有重用卫青、霍去病等寒门将领的识人之明与气度，也有因李广南风、诛杀主帅的严苛与多疑。他的战争既是基于国家安全理性的战略抉择，也掺杂着个人好大喜功的情感驱动。到了统治后期，连年的胜利已逐渐演变为一种路径依赖，战争本身似乎成了目的，
而非实现和平的手段。因此，对汉武帝征伐四方的评价，必须置于一个充满张力的框架之中。它既是伟大的、奠基性的，也是残酷的、消耗性的。他以其非凡的魄力，将汉帝国推向了极盛巅峰，塑造了一个民族昂扬自信、开拓进取的精神气质。但同时，他也将王朝拖入了危机的边缘。征伐四方的背后，是一个国力透支、社会疲惫的帝国。这份复杂而沉重的遗产，既是他个人统治生涯的转折点，也为他的继承人留下了一个亟待休养生息的庞大国家。辉煌与阴影，功业与代价，就这样交织在一起，共同构成了汉武帝时代最真实、最深刻的历史面相。历史从未远去，它在声音中回荡。我是深入历史，我们下期再见。